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是由史蒂芬·科维 Stephen Covey 所著的一本畅销书，强调了个人和领导力发展方面的关键习惯。这本书对于个人成长和成功的秘诀提出了深刻的见解。以下是书中所强调的7个重点习惯。习惯1，积极主动 Be proactive。 这个习惯强调个人在面对不同情况时，能够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做出选择和回应。它强调我们有自主权来选择自己的反应，而不是被环境或他人所左右。积极主动的人会专注于能够控制的事情，而不是抱怨和埋怨那些无法控制的事情。习惯2，以终为始 Begin with the end in mind。 这个习惯要求我们在做任何事情之前，先明确自己的目标和愿景。它强调重要的是要有清晰的愿景和方向，然后根据这个愿景去设定目标和计划。通过这种方式，我们可以更好地将日常行动与长期目标相结合，并更有意义地度过生活。习惯3，要事第一 Put first things first。 这个习惯强调有效的时间管理和优先级设定。它提醒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在重要且紧急的事情上，避免被琐碎的事情所困扰。通过合理规划和执行优先级，我们能够更高效地完成任务，达到更有意义的成果。习惯4，双赢思维 Think win-win。 这个习惯强调合作和共赢的心态，它鼓励我们追求双方都能受益的解决方案，而不是陷入零和游戏的竞争态势。双赢思维带来的合作和信任有助于建立长久的人际关系，推动共同的目标实现。习惯5，知彼解己 Seek first to understand, then to be understood。 这个习惯强调有效的沟通和人际交往。它提醒我们在表达自己观点之前，先要倾听他人，真正理解对方的需求和立场。通过尊重和关心他人，我们可以建立更深刻的人际关系，并更有效地进行沟通。习惯6，统合综效 Synergize。 这个习惯强调团队合作和协同效应。它鼓励我们通过合作和借鉴不同的观点、技能和经验，创造出更大的综合效益。通过团结合作，我们可以创造出比个人能力更强大的结果。习惯7，不断更新 Sharpen the saw。 这个习惯强调持续学习和自我完善。它提醒我们要关注身心健康、精神成长和个人学习，以保持最佳状态应对挑战。通过不断学习和成长，我们能够更好地应对变化，提高效率和创造力。这些7个习惯被认为是帮助个人建立有效领导力和高效能的基石，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应对各种挑战，实现个人和组织的成功。习惯1，积极主动 Be proactive 是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中的第1个重要习惯。这个习惯强调个人对自己生活的主动掌控，以及对外部环境和事件的积极回应。积极主动的核心理念是认识到我们拥有选择的权利，不论面临什么样的情况，都能主动选择自己的反应方式。这种自主权让我们不再被动地受环境、他人或情绪所控制，而是能够在理智和价值观的指引下做出明智的决策。以下是习惯1，积极主动的几个关键要点。1、自我意识 Self-awareness。 积极主动的第1步是了解自己，认识自己的价值观、信仰、优势和弱点。通过自我认知，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动机和行为，并且知道自己想要实现什么目标。2、主动性
proactivity。积极主动的人不会被动地等待事情发生，而是主动地采取行动。他们预见问题并采取预防措施，而不是等到问题发生后再应对。这种主动性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，不被外界因素所左右。3. 控制圈和影响圈。积极主动的人明白有些事情他们无法直接控制，但他们关注的是那些能够影响的因素。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能够改变的事情上，并逐渐扩大自己的影响范围。这种心态让他们更加专注和高效。4. 责任心 responsibility。积极主动的人对自己的行为和选择负责，他们不会抱怨和找借口，而是勇于承担后果，并从中学习。这种责任心让他们更加可靠和值得信赖。5. 选择性 choice。积极主动的人明白生活中有许多选择，而且每个选择都会带来不同的结果。他们会认真思考，并权衡利弊，做出最明智的选择。这种选择性让他们在决策中更加明智和成熟。通过贯彻习惯1，积极主动，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态度和行为方式，从而更好地应对挑战，实现个人成长和成功。这个习惯为培养其他6个习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，帮助我们成为更高效能和成功的人。习惯2，以终为始 Begin with the end in mind 是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中的第2个重要习惯。这个习惯强调在做任何事情之前，首先要明确自己的目标和愿景。通过设定明确的终点，我们可以更有目的地去行动，并更好地掌握自己的方向，使我们的努力更有意义和成效。以下是习惯2，以终为始的几个关键要点。1. 愿景和价值观 Vision and Values。 以终为始意味着要先明确自己的愿景和价值观。愿景是关于未来的理想状态，而价值观则是指导我们行动的核心原则。通过定义愿景和价值观，我们可以确保我们的行为和决策与我们的长期目标一致。2. 设定目标 Set Goals。 在明确愿景的基础上，我们需要设定具体、可衡量和可实现的目标。这些目标应该与愿景相一致，并且能够推动我们朝着愿景的实现不断前进。设定明确的目标有助于我们更加专注和高效的工作。3. 前瞻性思维 Forward Thinking。 以终为始的人具有前瞻性思维，他们考虑问题时会关注长远影响，而不是仅仅顾及眼前利益。他们会思考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，并在现在的决策中充分考虑这些因素。4. 自我领导 Self-Leadership。 这个习惯强调个人对自己行为和决策的自我管理。以终为始的人能够自我激励，保持对目标的专注，并且坚持不懈地朝着愿景迈进。他们不会被短期的诱惑所左右，而是能够自律地追求长期目标。5. 创造力 Creativity。 以终为始的人通常更具创造力，他们能够想象和构想未来的可能性，并从中寻找创新的方法和解决方案。他们不满足于现状，而是积极地寻求改进和进步。通过贯彻习惯2，以终为始，我们能够更清晰地定义自己的目标和愿景，使日常的决策和行动与长远的愿景相一致。这样，我们的努力将更有意义，更有方向，并且更有可能取得持久的成功。习惯3，要事第一 Put first things first 是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中的第3个重要习惯。
这个习惯强调有效的时间管理和优先级设定。要事第一意味着将重要的事情优先处理，确保我们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最有价值的活动上，从而更高效地实现我们的目标。以下是习惯3，要事第一的几个关键要点。1、区分重要和紧急 urgent vs important。 要事第一的核心在于区分任务的紧急程度和重要程度。紧急的任务需要立即解决，而重要的任务对于我们的长期目标和价值观有更深远的影响。我们应该把重要的事情放在优先位置，而不是被紧急的琐事所打扰。2、时间管理 time management。 要事第一的人懂得合理规划时间，确保时间用在最有意义的事情上。他们使用日程表或任务列表来安排工作和活动，优先处理对目标有贡献的任务，避免时间浪费在琐碎的事物上。3、目标驱动 goal oriented。 以目标为导向是要事第一的关键。要事第一的人知道自己要达成的目标是什么，然后将工作和决策与这些目标相匹配。这种目标驱动让他们更有动力去处理重要的任务，同时也更有意识地避免分散注意力。4、自我约束 self-discipline。 要事第一需要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力，这意味着要放弃一些诱惑和立即满足的欲望，而专注于完成重要的任务。自我约束使我们能够更加专注和坚定地朝着目标前进。5、灵活性 flexibility。 虽然要事第一强调优先处理重要的任务，但也要认识到，有时紧急情况会出现，需要调整计划。灵活性是指在必要时能够适应变化，并灵活地处理不可预见的情况。通过贯彻习惯3，要事第一，我们能够更加有效地管理时间和任务，确保我们的努力都聚焦在最重要、最有价值的事情上。这样，我们就能更快地实现目标，更有成就感，并为更高效的生活和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。习惯4，双赢思维 Think Win-Win 是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中的第4个重要习惯。这个习惯强调合作、共赢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。双赢思维的核心理念是追求双方都能从中受益的解决方案，而不是陷入零和游戏的竞争态势。以下是习惯4，双赢思维的几个关键要点。1、合作与信任 Cooperation and Trust。双赢思维的人懂得重视合作和建立信任，他们相信通过共同努力，双方都能实现目标，获得更好的结果。他们愿意倾听他人的观点，并尊重他人的需求和意见，从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。2、寻求共赢解决方案 Seeking Win-Win Solutions。双赢思维强调寻求共赢的解决方案，这意味着不仅考虑自己的利益，也要考虑他人的利益，并尝试找到一种方案，让双方都能得到满足。这样的解决方案可以带来长期的合作和共同的利益。3、积极沟通 Positive Communication。双赢思维的人注重积极的沟通方式，他们坦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需求，同时也倾听他人的意见。通过积极的沟通，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对方，并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。4、避免零和思维 Avoiding Zero-Sum Thinking。零和思维认为一个人的利益必然意味着另一个人的损失，而双赢思维则与之相反。双赢思维的人认识到，在许多情况下，可以通过合作和协商实现共赢，而不是将问题看作是一场竞争。5、长期利益 Long-Term Benefits。
双赢思维强调长期的利益，虽然有时妥协可能会带来短期的损失，但在长期内，通过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和共赢解决方案，双方都能受益更多。通过贯彻习惯4双赢思维，我们能够建立更加积极、合作和共赢的人际关系。这种积极的合作态度能够带来更多的机会和成功，并且有助于建立长久的合作伙伴关系。习惯5知彼解己 Seek first to understand, then to be understood 是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中的第5个重要习惯。这个习惯强调有效的沟通和人际交往，它教导我们在与他人沟通之前，先要倾听，理解对方的观点和需求，然后再表达自己的观点。通过这种方式，我们能够建立更加深刻和有效的沟通，增进与他人的信任和合作。以下是习惯5知彼解己的几个关键要点。1倾听 Listen 知彼解己的第一步是倾听。我们需要全神贯注地聆听他人说话，不打断，不评判，真正理解对方的意图和感受。倾听是尊重他人的表达方式，让对方感到被重视和被理解。2全面理解 Seek to understand 在倾听的基础上，我们要努力去全面理解对方的观点，这意味着要换位思考，设身处地地看问题，尽量理解对方的角度和背景。全面理解对方有助于避免误解和冲突。3不偏不倚 Be fair and objective 知彼解己要求我们保持公正和客观，我们不应该带着偏见或预先下结论去倾听他人，而是以开放的心态去接纳不同的意见和观点。4表达自己 Express yourself 在真正理解对方后，轮到我们表达自己的观点了。重要的是要以平和的语气、清晰的表达和尊重的态度来传达我们的想法，这样的沟通方式更容易被他人理解和接受。5建立信任 Build trust 通过知彼解己的沟通方式，我们能够建立信任和良好的人际关系。当他人感受到我们关心和理解他们时，他们更愿意与我们合作，并且更愿意接受我们的意见和建议。通过贯彻习惯5知彼解己，我们能够提升沟通效果，增进与他人的信任和合作。这样的沟通方式有助于解决冲突，避免误解，并建立更加健康和积极的人际关系。习惯6统合综效 Synergize 是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中的第6个重要习惯。这个习惯强调团队合作和协同效应。统合综效的核心理念是通过合作和借鉴不同的观点、技能和经验，创造出更大的综合效益。它追求的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结果，从而实现协同合作的价值。以下是习惯6统合综效的几个关键要点。1打破思维定式 Break down mental barriers 统合综效求我们打破思维的定式和局限性，不拘泥于传统和狭隘的观念。我们应该持开放的心态，愿意接纳不同的意见和观点，从而发现新的解决方案和创新思路。2合作和协作 Cooperation and collaboration 统合综效强调团队合作和协作。在团队中，每个成员的优势和专长可以互相补充，形成协同效应。通过共同努力，团队能够比个人更有效地完成任务和达成目标。3求同存异 Seeking common ground while respecting differences 统合综效的人懂得在合作中求同存异，他们寻求共同点，建立共识，
并尊重不同的意见和观点。在团队合作中，这种求同存异的态度能够增进合作关系，并促进更好的决策。4. 综合创新 Synergistic Innovation， 统合综效带来综合创新，通过将不同的想法和资源结合起来，创造出更有创意和高效的解决方案。这种创新能够推动组织的发展和进步。5. 共享成功 Share Success， 在统合综效的团队中，成功是共享的，每个成员都对团队的成功负有责任，同时也享受共同的成果。这种共享成功的文化促进了团队的凝聚力和士气。通过贯彻习惯6，统合综效，我们能够更好地发挥团队的力量，实现合作的优势，创造出更大的综合效益。这样的团队合作能够推动组织的发展和成功，实现更远大的目标和愿景。习惯7，不断更新 Sharpen the Saw 是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中的第7个重要习惯。这个习惯强调持续学习、自我完善和全面发展。不断更新的核心理念是要关注身心健康、精神成长和个人学习，以保持最佳状态应对挑战，并提高效率和创造力。以下是习惯7不断更新的几个关键要点。1. 身心健康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，不断更新的人重视身心健康，他们关注饮食、锻炼和休息，保持身体健康。同时，他们也注重心理健康，通过减压和放松来缓解压力，保持心理平衡。2. 精神成长 Spiritual Growth， 不断更新的人寻求精神成长，他们探索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，追求内心的宁静和和谐。精神成长使他们更加坚定和有意义的生活。3. 持续学习 Continuous Learning， 不断更新的人持续学习，他们认识到学习是终身的过程，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和技能。通过学习，他们能够应对变化，不断提升自己的竞争力。4. 平衡生活 Work-Life Balance， 不断更新的人追求平衡生活，他们将注意力分配到不同的方面，包括家庭、工作、社交和个人发展，以保持整体的幸福和满足感。5. 提高效率和创造力 Enhance Efficiency and Creativity， 通过不断更新，我们能够提高效率和创造力，保持身心健康。精神成长和持续学习有助于提高我们的专注力和动力，从而更加高效地完成任务和解决问题。通过贯彻习惯7，不断更新，我们能够全面发展自己，保持最佳状态，更好地应对挑战和变化。这样，我们能够不断提高个人和组织的综合素质，实现更高水平的个人成长和成功。